嗨，大家好。上个月初11月3日，我上传了一期关于中国海军下一代隐形舰载机的视频，是基于网上流出的那张新型舰载机试飞的高清图而做的分析。当然，后续也曝光了首张海5代的地面照。不过，当时留了一个悬念，就是我们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海5代到底会叫什么？由于海5代源自 FC31胡鹰，所以很多人将其命名为歼31，当然也有人将其排在歼20之后叫歼21的。更有消息灵通人士称，已经内定了对标美国的 F-35，叫歼35。各路大神尽显神通，不过最终还是孙聪院士的一次北航之行给出了答案。就在我那期视频的5天之后，11月8日，歼15、FC31以及海5代的总设计师孙聪院士到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做了一期战斗机技术的发展与展望专题讲座，并与北航师生做了近距离交流。而就在这次讲座的宣传海报中，赫然出现了新一代舰载战斗机（括号歼35）的字样。尽管称不上官宣，但如此重要的场合也绝不会随便乱写。看起来还是那位消息灵通人士来的靠谱。我们知道 FC31胡鹰为沈飞自筹资金搞出来的，历经多年磨一剑，终于被海军看上，翻了牌子，户口搞定。所以对于我国下一代隐形舰载机歼35的命名争论也最终尘埃落定。003航母的标配歼35有了，甚至量身定制的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空警600也有了。那么曾经在辽宁舰和山东舰航母上大放异彩的飞鲨歼15，是否也有登上003航母的必要呢？个人认为有。首先，歼15作为当今世界最重的舰载战斗机之一，相比于其他几款同代舰载机，33吨的最大起飞重量所带来的优势自然不言可喻。不过，由于辽宁舰和山东舰的滑跃起飞方式，歼15始终无法做到满油满弹起飞。从以往辽宁号航母训练图片中可以看到，甲板上共有前部2个和中后部1个，共3个滑跃起飞点，其中1、2两个起飞点只有105米的滑跑距离，所以为轻载起飞点，只能携带2枚空导弹做轻载起飞。而3号起飞点为2号向后的延伸，起飞距离延长至195米。这样可以携带更重的反舰导弹进行重载起飞，但依然无法做到满油满弹，而且3号起飞点还占据了斜角甲板的降落区域，频繁使用还会影响到战时的起降效率。因此，如果歼15能登上拥有电磁弹射的003，满油满套起飞后就能发挥其重型战斗机的全部优势。如果再换装 AESA 有源相控阵雷达，那么综合性能将会超过美国的同代机 F/A-18超级大黄蜂。那么问题来了，歼15想要登舰，那人家003愿意吗？我都有了量身打造的海5代，还需要你个4代机干嘛呢？个人认为当然有。无论从高低搭配还是作战用途的角度，003还真的需要歼15这个重型战机。歼35的作战任务主要聚焦于利用隐身优势敲掉对方的特定节点目标，比如舰载预警机、加油机等等，或者直接与对方的隐形战斗机单挑。而歼15则负责对陆对海攻击以及电子战任务等等，各有所长，配合使用显然更为合理。至于任何任务全部使用隐身战机，至少目前的003还不太可能。既然歼15有了登上003的必要，那么海军的想法会跟我一样吗？央视此前的一则视频似乎透露了玄机，这是央广军事的记者去年在海军航空大学的舰载机训练基地所进行的实地采访。这个训练基地大家应该并不陌生，我此前的视频也介绍过，这是坐落在葫芦岛新城的航母舰载机训练基地。想必此前曝光的歼35首张地面照也出自这里。女记者身后的刚好就是模拟滑跃起飞的陆上甲板。不过随着辽宁舰和山东舰的服役，两舰已经承担了批量培养滑跃起飞飞行员的任务，这个陆上模拟器就不再使用了。所以在它的前面也摆上了几架舰载机展品，其中一架黄色涂装的正是功勋标炳，舷号552的歼15。当年正是41岁的戴明萌驾驶着它第一次降落在辽宁舰航母之上，完成了首次着舰测试。如今已经成为纪念展品，停放在滑跃起飞甲板的前面。不过有意思的是，当央视女记者站在甲板上进行播报时，后面这架功勋标炳的歼15却进行了打码处理，很是蹊跷。难道只可亵玩不可远观吗？好奇心又促使我仔细看了一下刚才的视频。注意视频进行到这里，可以看到画面右侧显示还停着另一架飞机，驾驶舱用红布遮盖起来，而这里还能看到其尾翼和发动机，涂装是灰色。
明显不是那架刚刚试飞的蓝色歼35原型机，看起来是另一架歼15。而视频的另一个角度还拍到了这架飞机的起落架，如图所示，这个起落架与左边的完全不同，明显粗大了不少，看起来是特别定制。这难道就是刚才我所设想的歼15弹射型吗？原来央视记者的这个俯拍镜头之所以打码，遮挡的并不是前面的黄色功勋歼15，而是它旁边的这一架。当然，现在你再去看那个视频，已经是打码重新上传版，截图的那个镜头也已经被去掉了。那很多人就会问了，你怎么就笃定右边那个歼15就是弹射版呢？我锁定的关键正是来自这个起落架。我们注意到这个起落架和左边滑跃版的完全不同，滑跃版相对细长，是个瘦子，而右边的起落架明显更粗，而且其后方还有一个更为粗大的支撑部分，这就是起落架的支撑杆。支撑杆对于一款弹射型舰载机至关重要。舰载机在弹射器的作用下，速度由0加速至300公里每小时仅需5秒。在这个过程中，舰载机的前起落架需要承受平均300千牛左右的巨大拖拽力量。如果没有对支撑杆做强化处理，前起落架就很有可能断裂。这是阵风非弹射版和弹射版的起落架的对比，可以说粗细差别非常明显。这是 F-35C 的前起落架，我们可以看到，同样它的支撑杆非常粗大，而滑跃版歼15的支撑杆部分则细了不少。所以可见，一款弹射版舰载机的设计重点和难点正是来自前起落架。除了支撑杆，另一大关键则是牵引杆。牵引杆是前起落架与机轮连接在一起的装置，可以通过液压系统操作进行收放。在飞机起飞前，牵引杆会提前放出，与电磁弹射装置对应的卡扣相连接。这个在此前歼35曝光的试飞图中也可以看到，这也是弹射版起落架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舰载机进入预定位置，将牵引杆放下，对准弹射装置的扣具，慢慢的将牵引杆卡入弹射装置。除了以上两杆，弹射起飞的起落架还会增加一个制动杆，作用是把飞机牢牢固定在甲板上。一旦发动机启动，推力加上弹射机拉力达到一定阈值，制动杆就会瞬间释放，将飞机弹出去。可见，一款弹射起飞的舰载机能否成功登舰，前起落架的设计至关重要。这是航空工业沈飞官方账号近日曝光的一张歼15的图片，很技巧的用牵引车将前起落架部分遮住了。很多人从机身外观和驾驶舱判断，这架歼15融合了歼16甚至是歼16D 的部分特征，为深度改进型。我个人认为，即便是辽宁舰和山东舰上的滑跃版歼15，这种深度改进也会按部就班的进行的。此次曝光这幅图的关键在于它是否是军迷心资念资，可以在未来登上003航母的弹射版歼15T。鉴于此间歼35已经试飞，并不断进行弹射起飞测试，而其前起落架也清晰可见。看来，中国在弹射起飞舰载机，尤其是关键点前起落架的研制上已经取得突破，所以预估歼35和歼15共同登上003航母的日子也不远了。中国军工未来可期，我们一同拭目以待吧。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